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阿纪的朱斌，主讲经典课程。然后今天给大家带来是6款当中的一个组合层次的露耳短发，在这个基本型上面呢，会延伸出来很多的这种半露耳啊或者露耳的一种各种形式的一个短发。一样的，这个是把它这种根练好了之后呢，再去可以延伸出来无数的表现的这种形式。好，然后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分区非常简单啊，从我们头旋这个地方呢向下分。接近耳上的地方，但是耳上靠后一点点，这条线靠前和靠后都影响着你前后的一个形状比例。然后分开之后，后边先加起来，我们这个要从侧区开始去剪，剪完之后呢，向后去延伸，整体偏圆形的一个状态。然后去看一下两侧呢，我已经把第一片已经分好了，第一片是至关重要的。这个组合层次是去除加堆积层次，这个去除呢是在底部，堆积是在顶部，也就是说底部会收紧，那也就意味着。这条分界线分得越高，也就代表着去除的地方呢越多，那也就意味着底部的量就会拿走的更多。所以呢，这个你自己要考虑好，到底分高一点还是分低一点。如果分低了，那上面就重了，底下就少啊。这个给大家一个参考的标准，像我们用的这种小梳子，在耳上发际线，一个梳子的宽度就好了。然后这条线呢要微微上扬10到15度就可以。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准备去裁剪。好，来到我们侧区。首先第一片呢，我们要剪去除层次，然后我们提拉的时候呢，手位要与分线去做平行，去除层次呢角度要高，所以呢我们在梳理发片的时候是由下至上，梳的高度呢是上水平面，分界线的这个水平面，看好，然后发片呢略微向前偏移，这个长度呢你自己也可以先设定好，在梳子的一半再一半1/4，好。你也可以先稍微剪长一点点，看一下是否是你要的长度。我们整个侧区鬓角的一个边缘线都会很好的呈现出来，后短前长。但是我们一个直线切口为什么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很简单，这个底部的效果完全是遵循着我们发际线的形状来的。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去剪这个发际线长得更低，比如说鬓角长得更低，那也就意味着落下来之后，它鬓角会更加的长啊。这个知道原理非常的重要。好。这一刀剪呢，刚才剪的是一个直线切口，接下来呢，同样一个发片向后偏移，把后面这个角稍微磨掉一些，那整体呢，这个发片呈现一个圆弧的状态。磨角的目的呢，它后面的这个长度啊，是影响整个后区的，也就是说，你这个角不磨，后区会越拖越长，整体的发型呢比例会失调。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向上去延伸，然后接下来每一个。分线的角度都一样，宽度呢也是一个梳子。继续，好，从第2片开始呢，我们开始去做堆积。人站位呢要站前侧一点，因为发片整体要微微向前偏移一些。好，接下来第2片做堆积，那我们梳理的时候就要从上面开始入梳，然后找到刚刚我们第1刀的位置，这个是至关重要的。好，看见我们的切口，下刀。这个手位一定是要倾斜的，前高后低。如果你是水平手位，剪完之后，后面这个角度反而变高了，前面变低了。再继续，这款短发在裁剪的时候呢，是对我们对形体的认识是极为重要的。好，第2片剪好，可以微微的看到这条重量线已经有了，然后微微的前高后低啊。侧区呢，所有的发片全部都定到同一个点上去。完成，同样一个梳子的宽度，再继续，好，再继续，还是一样，梳到第1片的位置上，手位前高后低，很好啊，一定要倾斜，再继续，手位拉力一定要轻，刘海的地方呢不需要跟随头型去走，直接把刘海的地方带到侧边。就好，好，再继续，第4片，侧边呢，按正常发量的话是5片，也就是说整个侧区5片就把它剪完了。看一下，这个梳理头发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加发片的手呢只起到固定的作用。好。剪到这里呢，第4片已经完成。在这里你自己如果去剪的时候，可以看一下你的切口，检查一下。从正面去看，把整个侧区纵向发片梳起来，
来看一下，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这个切口是一个凹形面，与头型走向相反。看一下这个凹陷切口呢，有短点有长点，短点以下是去除，短点以上是堆积短点以上是堆积。所以呢，短点以上落下来，从正面去看，这个地方已经是有饱满度、立体感了。底部呢依然是收贴的。然后从侧区去看，整体的重心呢，微微的前高后低一点点就好。好，头顶顺毛流梳理好，再继续所有头发梳到相同的点上，下刀。好，再继续。梳头发的时候呢，它是有一个韧性的。比如说入梳，看一下慢动作，入梳梳起来的时候，在空中呢，我的梳子其实是已经帮助我把这个发片角度调整好了。比如说前高后低，那我就连贯性的直接梳好，这个手呢直接加速就好了。这个是你身体的一个记忆，也是你整体裁剪的一个流程啊。然后整个侧区就完成。然后这个时候很明显的可以看到前面的刘海是非常的长，因为我们把整个刘海呢是带到侧区，所以会出现这种形状。刘海呢，等到最后单独去做它侧区这个形状已经出来了。抛开刘海不讲，其实像侧区的这种轮廓的发型其实是有很多种，但这个是基本型，一定要把它先剪好。接下来来到我们的另一侧看一下，同样的分线前高后低，耳上发际线一个梳子的宽度，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分片标准。然后接下来呢，把所有发片向上提升，因为我们想做一个去除层次，所以角度要高。提升的高度呢，是你这个分线的高度与你分线成一个水平面就好了。发片左右呢微微向前偏移，看一下，然后梳子1/4的长度，继续先直线切口去完成。直线切口完成之后呢，梳下来这个侧区的这个鬓角形状已经完成，但这个后区会长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还要在这个发片的基础之上，把后区的这个角稍微的磨掉一些。然后第一片剪完之后，就可以得到一个很漂亮的一个曲线鬓角。所以你会看到很多短发的鬓角，它的形状都是如此的。接下来呢，第一片剪好之后，我们向上去延伸，每一面呢总共分成5片，这个是一个技术标准参考，具体其实还是要看发量。继续，第二片开始呢，我要建立堆积，让上部呢有一个饱满的一个层次，所以呢梳理就不要从下向上了，从上向下梳理。梳的位置就是刚刚我们裁剪第一刀的位置，跟随引导衔接。当这一片剪好之后，其实这个时候侧面它是有2个层次的，表面呢是堆积，底部呢是去除。好，再继续向上延伸。第3片还是一样分线前高后低，所有头发梳在一起。剪整个侧区，无论你剪到第几片，永远要把第一片提拉到一起。好，首位呢前高后低，然后刘海不用跟随头缘去走，直接带到侧区就好。再继续，第4片还是一样，一个梳子的宽度，永远要把第一片梳起来。好，首位前高后低，看一下，如果这个时候你的引导线不是很清晰，那你就要重新梳理，所以这个时候就要考验到你梳理的方式。因为我们这是第4片，等于我们把4片头发提拉到一起，所以呢，你剪每一片的时候，它的这个切口引导线都要非常的清晰。好，从侧区去看，可以看到这个重量线也是前高后低。好，我们从正面去看，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我们做堆积的地方呢，它是有一个饱满度的。然后呢，底部是做收紧的一个技术。然后我们检查一下切口，当整体纵向提拉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这个切口形状是与头型走向相反的。是一个反头型的一个切口，是一个凹陷。这个技术特点呢是凹点以下是去除，凹点以上是堆积，所以剪完之后会得到一个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状态。接下来呢，第5片也是头顶的最后一片，还是一样，把所有头发呢全部梳到一起。好，再到侧边。好，这样呢，我们整个前区的部分就已经完成。接下来呢，来到我们后区，
后侧区呢是以前面为引导，然后我们再次把侧区的第一片分出来，要以它为引导，加起来。然后同样的高度呢，弧线向后去把它分出来。好，看一下。接下来这一步，我的目的只为了前后去衔接，所以我不需要考虑后边。看好，把所有头发呢梳到侧区。那这个时候它的角度高与低不需要你去考虑，你只需要把这个引导线提拉起来。当我们可以看到引导线是清晰的时候，那也就意味着你找到了这个角度就好了，肯定也是高角度啊。随着这个引导线向后去延伸，向后延伸，看一下，带到整个侧区面。好，当你这样剪完的时候呢，你这个后底区啊一定会长。但是我刚才讲了，我接下来的目的呢，只为了前后衔接，不是我的考虑范围。但是前后衔接的部分已经完成了，底线都是偏轻柔的，因为高层次。接下来第二片，弧线向后。第二片呢，由于前侧区第二片堆积，所以呢这个也一样，梳理由上至下梳理，找到前面的引导线，下刀。这个时候剪的时候，旁边和底下其实都有引导线。再继续，还是一样呢，我们采用一个定点的技术。再继续带到侧边，后区呢长度不用去管它。再继续，第三片，好，先把头发整理好。再次去把它向侧边梳理，所有头发呢定点技术衔接。好，第四片一样的啊，侧区剪几片，后区呢就剪几片。再继续。定点梳到一起，千万不要逆着毛流去梳理围着头型去梳围着头型去梳，一定要确定能看清我们的引导线是极为关键的。好，最后一片也一样，带到侧面。围着头梳，我们这个要剪过中心线，分过一点，另一侧呢再剪到这一侧，以防呢有漏掉的头发。好，那这一面前后衔接的部分就完成了。这边整体呢都是偏饱满圆润的，只不过呢现在的后区还是偏低的。后区与侧区为引导，然后把我们第一片分出来，把侧区的第一片分出来，同样的高度，弧线向下。好，我说了，不需要单独考虑角度，我们只需要找引导线，提拉起来。当我们前面引导线是清晰的，那这个时候我就可以下刀了。继续，高角度提升。好，这样呢，前后衔接就完成了。第二片，跟侧区相同。第二片开始要做堆积，那我们梳理就要由上至下梳理。头发全靠梳起来，手起到固定。再继续，第三片，同样的高度，向后，一样的，由上至下梳理。
跟随引导。其实当你梳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底部有引导，上面也有引导。只要你梳的方向对，其实剪起来呢并不困难啊。第4片，同样，所有头发梳到一个点上，做衔接，再继续。梳的时候千万不要逆着毛流梳，顺着毛流梳，逆着毛流梳剪完全都是短的。顺着梳，有多余的就剪，没有就不剪。一样的，把另一侧全部带到这一侧，围着头骨梳。好，那这样呢，前后就已经整体就已经完成了，非常漂亮的一个重量线。但是唯独有一点，这个硬线是非常明显的，因为我们用了一个定点的技术，这个要通过最后去角把它这个去掉就好了。接下来呢，来到我们的后区，后区呢分线略微向前，我们接下来需要在后区做一个方形的一个堆积层次，水平提拉，然后长度呢一样的，梳子一半的一半，就是1/4，所有头发呢向后带，正后方提拉，剪一个方形的一个切口面。好，剪完之后呢，左右去检查一下，检查的时候呢，一定要是一个纯方形。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后区已经完成，落下来会得到一个非常轻柔的一个底线。但是呢，会发现两边长，因为方形剪完一定是中间短，两边长的。继续，第2片，有了引导呢，我就可以一面一面去剪。看好，都是微微斜前，提升，看见引导线，下刀。好，再继续。第3片，再次提升，看见引导线，下刀。继续，后部点以上所有的头发定位到后部点的这一片的角度上。好，表面头发继续都要定到后部点的这个发片的角度上。最后定点的目的呢非常简单，就是在后区呢依然有一个饱满的程度。你看一下，整体呢瞬间就会流畅很多。再继续，那这一侧的第2片相同的角度略微提高，看见引导线，下刀，所有头发向后方去带。再继续，把另一侧剪过的也同时分出来，逐渐提升啊。好，再继续，那这一片头发就要定点后部点的这个角度上，不要再继续往上提升了，因为重心呢会向上去走。好，这个时候剪完，整体梳一下，会看到后部这个重心呢，已经比刚才好多了，已经向上扬了。但是呢，由于剪方形的原因，在这个侧区，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会有一个直角，因为侧区的头发向后带，然后又向侧面带，会有一个直角。这个角如果不去呢，在后区去看，它的宽度会过宽，所以还要有一个去角的动作。接下来呢，要用一个圆形技术去把它这个角剪掉。看一下，在短角的方向提拉，好，看见这个角把它抹圆就好了，不要让它有明显的凸出来的角。第2片提拉方式一样的，第1片呢高角度，以上呢要低角度。继续，以上所有的头发呢一样的向下梳理，
有多少呢？减多少，去角去的多与少，取决于你自己最终想要的那个效果。那这边去完角之后，跟另一侧就会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对比，去看一下。那这边整体呢就会更加的流畅圆润。如果多出来那个角呢，头型会过宽啊，这样就流畅了。然后呢，斜后梳理，这个角剪掉，再继续第二层。当然，我这个是我磨角的动作是一步完成的啊，但是我在剪的慢动作呢，是通过手指的分离去把它剪圆弧形。如果你做不到呢，你也可以1刀、2刀、3刀这样逐渐的去剪，这个都没有问题。重要的是你要知道为什么要去这个角，有什么作用，会得到什么结果等等。再继续，表面的头发呢几乎是剪不到啊，这边也一样的。我们去看一下啊，这边就会圆润很多呢，整体一个圆弧形过渡的就会非常的明显自然。好，这个整体的一个重量线就会非常的流畅。然后呢，我们再去看一下底区，底区从侧面梳下来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角，这个是因为呢我们发际线本身的形状所造成的。那这个角呢还是要把它磨得柔和一点，当然你可以在结构湿发上去做，你也可以吹干了之后再修。如果头发翘的呢，就吹干之后再修。看一下，我这个决定在湿发上。后部中心线呢，左右分开，把这个头发向前画 C 型。这个角我准备弧线去把它剪掉。好，这个角去完之后，你会发现，哎，瞬间呢就会柔和很多，没有那么尖锐。然后吹干之后修起来呢，会更加的方便。另一侧也一样，相同的，向前滑 C。一定要走圆弧形啊！剪刀走圆弧形，然后再梳下来，这个地方就会柔和很多，看着没有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刘海，刘海其实有很多种裁剪方式，比如说水平的、向内的，还有向外的，无非就是3条线。然后向内的呢，中间短两边长，给人会更柔和的一种感觉。那我今天准备剪一个，从每个面去看，它都是一个水平线，视觉感会更加的好。然后呢，这个刘海不需要去分区啊，看一下。找到这个侧区鬓角以前最高的这个点，然后还原到这个发片切口面，比如说在这个位置，可以了，我确定了。找到这个最高的点的呢，剪到宽度呢2个指关节以内，然后继续人要移动，切口呢跟随头型去走，再继续切口跟随头型去走，再继续，然后会发现刚好跟另一侧短的刚好衔接上。然后当这种刘海剪完之后梳下来我们会得到一个水平面的一个形状，去看一下水平面。这样等最终修饰的时候呢，视觉感会更加的好。头顶去角呢，先把所有头发向右边梳，如果你是右手拿刀的人，这样取发片呢会更加的轻松一点。发片呢靠到前面这个面，因为这个是前短后长，然后向上提拉，它会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三角形，去多少取决于你想要的层次感。然后在这里呢，我会把这个角磨掉一些。剪完一刀之后呢，还要向两侧，切记哦，转角线以下的头发不要去动它。另一侧一样，也就是说在头顶剪一个圆弧形。那这个时候呢，均等层次的这个技术呢就运用上了。手指微微弯曲，另一侧相同。然后到前面基本上剪不上了，因为前面呢，我们需要纵向提拉，看一下，前面短，所有头发纵向提拉，这个时候你也会看到一个角，去多与少影响的是刘海的轻与重。那在这里呢，我们要少去一点，只要把最尖锐的那个角磨掉就可以了。前后地方过渡，你会发现，这个地方会有出来一个很长的角，这个正是我们定点所保留的。最多剪刀黄金点，只要把它过渡上就可以了。一点放射的方式，只有第一刀剪的最多。好，这样整体呢，结构板块呢就已经完成。我们看一下这个湿发结构的一个状态，是否有看到很多短发的轮廓都是跟这个类似的轮廓呢？只不过呢，可能长度会比这长啊，或者刘海是有其他形状啊等等，一样的。
当你把这一款能剪好，技术练好的同时呢，还要看到它整体的一个轮廓感，包括它的一个形体，这样呢，你才会跟商业发型有更好的一个链接。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去把它吹干修饰。好，这个是我们剪完结构之后吹干的一个效果。现在可以看到它整个的一个形体都已经出来了，饱满度啊、立体感啊，包括底线的形状啊，以及刘海的形状。那接下来需要去做的就是在我们发尾简单的去做一下柔和，把我们的底线要稍微去调整一下，让整体的形状呢，更体现的淋漓尽致一些，更加的精致。好，然后也一样的分成2步，第一步呢是我们发尾的柔和，第2步呢底线的处理。这个底线也整体是偏，剪完不是很硬的那种，按照这个轮廓把它修精致一些就好。好，我们先去做一下发尾的柔和。这个表面呢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重量线，因为我们用了一个定点的技术，去过角之后呢会柔和很多。然后我们在干发上面轻微的做一下点剪，深度不要过深，控制在2公分以内。如果发尾柔和深度过深的时候，会破坏你整体的一个饱满度，那就不是我们要的结果，因为我们还是要以基本形状为主。好，这边做完点剪呢，瞬间就柔和很多。再继续，发片展开，继续向后去延伸。表面的头发角度略微提高一点。好，再继续。好，边剪边观察，不要破坏它的饱满度。只要剪完柔和精致服帖就可以了。好，整体这个状态我觉得已经没问题。然后接下来呢就是细致的精修，比如说鬓角的边缘，刘海呢最后去做。这个鬓角呢我也不希望它特别的厚重。好，鬓角前面的这个地方向后滑 C， 把前面这些多余的拿掉，走一个 C 型，前面这个地方让它轮廓更加的清晰干净，然后再梳回来，精致度会大大的提升。然后呢，在耳上的地方向前滑 C。滑 C 的目的呢是把里面多余的角稍微剪掉一点点，不需要剪的特别的多剪的特别的多呢，整体的鬓角会剪得非常的短。后面也一样，向后滑 C， 把耳后搭在表面的这个头发，也叫内角，给稍微去一点点。那这样呢，剪完之后你会发现就没有多余的头发翘起来的等等，侧区会精致很多。前面再稍微剪一点点这样整体就会流畅柔和了。好，另一边一样的，斜后划分，手指呢发片展开，深度2公分以内。继续。发尾柔和的时候，剪刀要平行头发入刀，手指一直呈弯曲状。再继续，弯曲状。这个发片你在提起来的时候呢，每一次提拉起来，你都会发现切口是圆弧形的，没有任何多余的角。再继续，
后边呢头发是偏长的，但是不要因为它长我们就剪得很深，还是一样2公分以内就好了。我要保留它整体的一个饱满度，稍微柔和一点点就可以了。反复交叉去做，哪里不均匀了啊，做掉。发尾柔和也要均匀啊，不然它会破坏你整体的结构。好，当所有头发抖起来的时候呢，没有多余的硬线痕迹就可以了。表面的地方呢，也一样，稍微的发尾做一下柔和。同样不需要做很多。好，那这样整体呢就会更加的流畅。接下来呢需要去做的就是底部，在切底线之前，像这个边缘线比较厚重的，要把它点掉。首先让底线均匀，整体体现一个轻柔的状态。耳后的地方也一样，有多余的把它点干净。毛躁的地方点干净。另一侧相同的，哪里有多余的点一点。好，接下来呢，我们去把这个底线的部分去调整一下。我们现在去看它整体的这个后部底线其实是偏长的，我需要呢，后部剪完是一条斜线，斜线呢延伸到鬓角，也就是说后部还要短将近1厘米，这条线整体一个圆弧状流畅过来。当然剪的时候呢，你不能直接去这样去切，直接去切的时候呢，它会非常的硬，不会柔和，所以呢，还是要有一个指位的距离，但是手是贴着脖子的，手贴着脖子，点剪，但是要点齐一点，小点剪，这样落下来它会非常的自然柔和。前面也一样，不要让它有多余的角。好，看一下是否是自己想要的，还有略微一点点长，那再稍微修一点点，边剪边观察哦。底线一定要做细节。好，另一侧一样的，看一下，这边呢都是比较长，还要再稍微短一点，跟上扬刚好跟鬓角的方向衔接。点剪点干净，后边是一个圆弧形。继续。好，多余的点掉，圆润柔和一点。好，剪了之后呢，它这个明显比例上就会有变化，看着呢会更加的舒服。如果再有厚的地方呢，稍微发尾再去稍微点一点点就好了。用手指提拉发片去剪，跟直接切它是完全不一样的。虽然只有一个指位的落差，但是效果差别还是很大的。然后从后续去看
可以看到我们在重量线底部这个地方是收紧，而且非常的服帖。那这个跟你在建立层次，包括细节处理上面是有关系的。然后后部整体的重量线呢偏一个圆弧形，底线呢也是一个圆弧形，上宽下窄，这样呢上面饱满，底部收紧，会更加有立体感。好，这边鬓角也一样，鬓角呢稍微去把它修一点点，然后滑 C。前面多余的稍微过渡一下，稍微过渡一下，然后呢，侧中线前后分开，把搭在耳朵表面的这些容易翘的头发稍微给划掉，但是没有很多啊，这样呢就不会觉得有多余的头发。前面也一样。搭在耳朵表面，这个只能剪掉一点点啊，剪多了就不对了。好，整体的轮廓就会非常的清晰。去观察，那刘海在剪之前我说过要剪一个水平面的一个刘海，这个呢是我们整体的一个鬓角，后部呢上面饱满，底部收紧，非常的服帖，也吻合我们头型头骨。鬓角看一下，它跟上边去比还是偏轻柔的。并且呢，保留了一定的长度，这个是因为我们在鬓角的区域，包括周围发际线都是做了去除层次，目的呢，把多余的量拿掉的同时呢，还能保留长度。从正面去看，它会更加的服帖，表面的立体感会更强。所以看到这里，各位小伙伴应该也能想象到，确实有很多的这种发型会从有这个上面的影子。当然，这个是原理，是基本型。各位再去剪它，包括练的时候，还是不要把它当做一款发型去看。先把它练好，一样的从这个上面无限延伸，包括刘海的变化呀、鬓角的变化呀、后续长度的变化呀，包括重量啊，这个现在还是一个固体，没有去做其他的打薄等等。等把这个点做好了之后，再去想其他的，会事半功倍。好，今天呢，我们分享的这个综合层次的露耳短发就到这里，下期我们再见。